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路演蓄势待发，武侠新片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定档暑期，全阵容路演蓄势待发。肖战主演，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领衔出品的电影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定档2024年暑期档。据悉，该片已顺利通过全部审核，即将在暑期全国各大院线上映。为了保证票房，片方还将在7月份开启全国城市路演活动，导演徐克、主演肖战、庄达菲等也将随剧组参与此次宣传。根据泄露的路演名单，路演首站在北京中影国际影城，此后上海、香港、重庆、苏州、广州、深圳、杭州、青岛、长沙、南京、西安、成都、厦门陆续开启，附近城市的粉丝可以准备抢票了。不过这个票据说是非常难抢，只能看运气了。金庸武侠再登大银幕，承载希望。电影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作为武侠泰斗金庸诞辰100周年的献礼之作，采用经典 IP 加鬼才导演加顶流艺人的超强配置，备受业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和期待。官方发表的首款海报《射雕英雄传》是金庸亲笔题撰写，副标题“侠之大者”则出自原著丘处机对郭靖说的话：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”在今年25届优秀影片推介会上，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的推荐语是：“金庸江湖再登大银幕，武侠新世界拉开序幕。”这句话细品之下，这句话耐人寻味。近年来，传统武侠片在国内影视市场上已日渐式微。回想下上一部在大银幕上看到的武侠片是哪一部？一方面，快餐时代下观众口味频繁更迭；另一方面，传统武侠电影无论是在故事内核还是表现形式上，都难以适应当下市场需求，急需创新突破。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武侠精神流淌在国人的血脉之中，只是需要以全新的方式去诠释和弘扬。鬼才导演徐克10年磨一剑，重返武侠题材，力求突破和创新，为经典注入全新活力。1992年，徐克监制的《新龙门客栈》掀开了新武侠的江湖。此后，武侠电影进入巅峰，《倩女幽魂》《笑傲江湖》《黄飞鸿》一系列经典电影至今让人回味无穷。近几年来，纵有《卧虎藏龙》《一代宗师》《狄仁杰》系列，也难以成就当年的盛世。在此背景下，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的出现，无疑给武侠影迷带来一丝希望，被寄予厚望。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因其突破与尝试，有望借此掀起新一轮武侠热潮。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到底有啥看头？它真能重振武侠片的雄风吗？影片有何看点？《射雕英雄传》是一部被翻盘烂了的小说，电影、电视各种版本不计其数，故事上还能玩出啥花样？尊重原创不过是故事的重复，不尊重原创又会被各种骂。徐克不亏为鬼才，独辟蹊径，此前各版影视剧对郭靖的成长历程多有着墨，唯独小说结尾郭靖、黄蓉夫妇守卫襄阳的故事鲜少涉及，或者被一笔带过。徐克导演显然看中了这段鲜为人知而又极具张力的故事，决心大展拳脚。影片将襄阳守城战作为重头戏，在一个全新的架构下，讲述一段脍炙人口的英雄史诗，并将武侠与战争完美融合，既高度还原原著，又实现突破创新。肖战饰演的郭靖无疑也是本片最大的看点之一。自2019年古装仙侠剧《陈情令》播出，肖战火爆出圈，此后出演《玉骨遥余生》《请多指教》等多部影视剧，其塑造人物的能力和感染力非常强。据悉，为了诠释好这一角色，肖战投入了大量的训练时间，各种打戏、武打场面花样迭出，
高难度动作让人眼前一亮。电影中郭靖与黄蓉的感情线也将是一大亮点，力求以更富时代感的方式呈现。唯有一点，目前网友对于庄达菲出演黄蓉颇有争议，嫌弃庄达菲有点土。如果电影上映，女主的表现不拉胯，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有望再塑经典。目前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的后期以及审批手续已经全部完成，预计7月份将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，之后主创团队还将赴全国各地开展路演活动。据相关人士透露，无论是故事本身，还是视觉特效、动作设计等，该片都力求以精品力作的姿态问世，以实际行动重振武侠电影。曾几何时，徐克导演的《黄飞鸿》《笑傲江湖》等作品将武侠电影推向巅峰，如今时过境迁，徐导再次出山，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